大家上一集看的真的很喜欢，已经去购入了。就是它的这个轻小说，主要是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封面，只可惜现在现货只有这个第一册，然后它有一个特装版是有个带一个这种漫画小册子的，虽然里面也根本看不懂。我之后应该会去买，就是它的漫画，主要我太喜欢它这个轻小说的封面了。啊，小时候的，又渲染最好啊。真的假的？哦，佳琪，别死啊！别离开光。哦，本来只是玩笑话，但是一想到他们这个怪诞、充满怪诞的这个小镇，突然觉得又不是玩笑话，怪吓人的。然后光也马上因为佳琪要死了也一起哭，他来的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天呐。完了呀，这个阿姨感觉要发力了。哦，包括上一集，就是他们的同学那个姑娘也发现了一些异常。啊，是纸偶哎。哦，夕阳下的光。哇，他也没发。长得好像妈妈呀，也头发随爸爸。心动了。いった。ジロジロ見とる割に起こさんのかい。古いゲームの主人公みたいな格好しよって育児なしがこの又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吃西瓜了，一起在他的家里。さっきなんか持ってきとった。親戚からもらったスイカ。スイカ？俺の好きなやつやん。俺が世界一うまく食えるやつやん。他当然记得最清楚了。最了解彼此的人。おいや、ちょっとすごいかもしれん。ああ、種飲んだ。スイカ人間になってまうわ。
一切都那么的熟悉。いや、ええわ。気分乗らん。そう、まあええけど。あ、さとこ今は電話大丈夫？よしきちゃんからスイカもろたで。漫画食いするからさ。種飲んでもうた。スイカ人間になってまう。さとこ天呐，俺だけこんな普通にしてていいわけない。佳纪内心也很拉扯一緒におる哦。スイカも只要这句话，なんや急に。あれはお前に嘘はつかんし、なんかちゃんとこういうの言いたいって気持ちがあるだけやし。那之前他说他喜欢他也没有撒谎啊。第一集表白的时候，俺もそうすればよかったな。所以第一集的时候他也是真心的呀，他不会说谎。結局ガーガー寝よった。白目やし。この頃やったな。ヒカルのお父やんが死んだ。あれ、そういえばかなり前、ヒカルのお父やんがあの山に天呐，普段誰も入れんのに。跟他爸爸也很有关系。ヒカルが山行ったんと同じくらい。其他人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感觉是吧？天呐，佳纪，スイカってかまで食べられん。よしきちゃん、ちょっとええ？はい。男に渡して。スイカありがとうっ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心乱的最后也没有吃他的西瓜。哦不，佳纪私服也很可爱啊。アメリカでええ？あ、はい。不行，我看着他们热，我都已经有点在热了。あ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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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しい巨大パフェ出とるね。好きなの頼んでね。甘いもん好き？但这个阿姨人应该是很好的。何が起きたか聞いてもええ？そっか、親友がね。そうやな。ありがとうね。よう頑張ったな。なんでこんなこと言う。因为他一直都在独自承受这些挣扎。誰かに罰されたって自分が楽になるだけ。死人は何とも思わん。ただ私たちが亡くなった人に汚く執着してる事実だけやあるのは。确实很执着。
所以阿姨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了。这真的太恐怖了。他什么都知道。他想守护这个村镇的人，他的，所以是她老公吗？死んだ夫がね、昔一回帰ってきたんよ。でもダメ。他真的是见过大事儿了。結局息子の体に一生治らん傷を残しただけやったの。なんでもええからまた一緒にいたかった。哦，佳纪也是这么想的。なんとなくわかるやろ。このまま一緒におったらあかんって。光都说了，只要和他在一起就好。ごめんね。私みたいになってほしくないの。それに前に進むためには知っておく必要があるんちゃうかな。怎么向前迈进？这个雨水就像他的眼泪一样。怎么向前呀？没法向前。他就已经发现异常了，这个姑娘。皮卡鲁也是，一定要找到佳纪一起走呢。怎么可能这么好下定决心的呢？这些都是真话。哇！やっとおった。早く帰ろう。今日は先帰ってくれ。え、ご機嫌斜めやな。好受伤，太可爱了，像只小小狗。别这样。
俺のせい。何が？いやってさ、明らかに当たりきついやん。何？俺にキレとんの？別にキレとらん。いや、キレとるやん。最近なんなん？俺になんか隠しとらへん。はあ？なんやそれ、詮索しとんのか。キモいぞお前。哦不，じゃあ、皮卡鲁他的占有欲很强的。他的控诉也这么的可爱。哦，哦，这个音乐啊！ごめん。そうよな。普通に。啊，そりゃそうや。でも俺、对呀、要一直在一起的嘛。だって俺の正直、大変なんだよ。初めての。啊，みたいな偽物は他很痛苦的，他已经跟真正的希卡鲁融合了，他也是真实能感受到这种痛苦的。啊啊啊！他出来了。啊！他要取走他吗？不能让他离开他，这个姿势。気持ち悪い。気持ち悪い。强战。啊！这个头为什么有点让我幻视艾伦的头？救命了！不可以伤害！我的天呐！别走！他都这么说了，能有什么办法呢？哦，なあ、ヒカルとなんかあった？ヒカルが休むとか変やん。ヨシキも闇のオーラブワー出とるし。昨日阴湿味儿是非常好的。何あったか知らんけどさ、仲直りしてや。最近のヒカルなんかヨシキ大好き感すごいし、かわいそうやもん。啊，同道中人姐妹。ほんまにヒカルは最近懐いてるって。啊，他俩的这个发卡也一样哎。口悪い。国道映画の見過ぎや。でこま
俺もう行くわ。啊，这就结束啦，很受伤吗，Hikaru？别这样。哦。屋敷が謝る。俺の方こそ。お前にそんな。もうええって。哦，深进光里。ビッグのとるやん。怯えとるやんか。怯えとらんし。嘘や。あんなん見せてもうたもん。他真的很自责了。啊，你雇佣来，雇佣去。いや、なんか。ごめん。嫌いになった。啊！屋敷。这是犯规的。そばに触れるだけで。手から。もう誰と会ってようがどうでもええ。嫌われたないから。もうあんなことせん。お前の友達の体勝手に使っとるやつが。涼しくてごめん。こいつは。原谅了，原谅。但是手还是不自觉的会。啊！光よりガキ臭いんやな。ええの？お前はガキ臭くて寂しがりや。不要丢弃小狗狗。俺の寂しい。さあ、光は何も知らんだけかも。他的手都有这个印儿了。对对，他还是一张白纸，还是小孩，要正确的引导他。别枯萎好吗？向日葵真别枯萎，一枯萎我就不好预感。我觉得就是这一集佳纪他的这些内心的拉扯，还有主动联系的那个阿姨，我觉得这些都非常的真实。毕竟是真的有个怪物就在自己的身边，而且有人能够帮助到他。他甚至最开始第一时间也没有立马去联系阿姨。在他真正了解到现在的光是个什么样的生物之后，他还在内心纠结着拉扯着，心中有无数次的闪回曾经的光和现在的光，他们的这种重合，不断又想到了现在的光所说的那些话，不管是光说过的就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还是不要讨厌我，我觉得这些都牢牢抓住了佳纪。天哪，这让他怎么办啊？明知现在的光是如此恐怖的生物，甚至都已经在佳纪面前露出那样子的猎奇的状态了，都已经多少伤到佳纪，但又能怎么样呢？他只是一个就是还未经世事的小孩。我真的觉得自己有被眷顾到，我真的能吃得这么好吗？就是这种阴湿男鬼，又渲染又是这种强执念，我天哪，太美味了。谁懂啊？就是对方这样流着眼泪对你说，我只要你和你在一起，待在一起，什么都无所谓，还说什么不要讨厌我，不要离开我，这谁经得住啊？我真的太理解佳纪了。不过这集也能看到，就是这个阿姨真的是应该是很重要的角色了。估计她接下来也会不断的帮助佳纪，一方面是帮助佳纪如何去摆脱这个怪物，但是更深一层的是如何去面对这种就是心爱之人已经逝去的这种事实，如何就是继续迈向前吧。显然阿姨她就是已经面对过这一课题了，也很好奇她的这个故事，以及她如何斩断这份执念，或者说是继续迈向前的吧。
他难道亲手打散了这个就是又重新回来的她的丈夫吗？就像佳纪说了嘛，他们当时镇上就是他跟光两个这个同龄人嘛，所以他们一直这样相依为伴。镇上很多的气氛围也跟像佳纪和光啊他们就是有些格格不入吧，充满这种怪谈禁忌封闭的这种小镇吧，所以也更能感觉到佳纪和之前的希卡鲁跟这个镇上的这种异化感，真的感觉就是很压抑，就是尤其像阿姨他们，就感觉对这种灵异事件都见怪不怪一样。当然阿姨她也没有主动的要去干涉，比如说直接举报之类的，然后呢要去除掉希卡鲁，而是让就是佳纪她自己去面对。我觉得正是因为阿姨她有这个前车之鉴，所以她更明白就是可能这些情感情愫都是最终要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斩断，自己要去消化和解的。他应该也是非常清楚现在这些美好的幻想幻觉都已经不再是他们之前那些幸福时光的延续了，而是会带来一些很可怕的后果吧。不过我这集我真的觉得就非常非常抓住我很有趣的点在于，现在的光就是这个曲脑大人，他仿佛是在经历光这个本体之后，他又有产生出了这种新的情愫，就是他仿佛真的是在光的身体里进行了这种再融合和再诞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像他已经分不清这是自我意识还是光的情感一样，就是他好像是混合了本来光的这种记忆、情感、本能的残存，再加上他自身这种独立意识的新的存在。所以就像他最后也说，这难道就是寂寞吗？这是作为曲脑大人他感受到的，作为这种非人之物第一次感受到了这种爱与孤独。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当然了，就是本体的光它本身就是充满着对于佳纪这种强烈的执念，它一定是本来就带有着这种情感的传染力的。就像这个曲脑大人他说自己不会撒谎，他第一集就已经跟佳纪表白了，就是这些我就是非常害怕他到底是真的理解了爱，或者说是在理解爱的过程中，还是说他只是误解了这种情感，只是在效仿这种情感了。虽然就是很多行为，比如说下意识的去为佳纪去挡伤啊等等的，这些肯定也有一些就是光他本身这个身体的本能，但是我觉得曲脑大人也在这些过程中逐渐可能会理解，不断的试错体验去调整，然后呢发展出自己对于爱的理解。目前感觉到的他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爱意更像是一种偏执式的不健康的，或者甚至说是有些寄生性质的这种依恋。当然了，他这个非人之物也从来没有被真正的爱过，所以他这么急于就是留在佳纪身边吧。就像这一集的结尾，他感受的寂寞，我觉得就一方面是就是他在光这个身体里的那种本身带有光这种情感残留的这种寂寞，还有一种就是他可能作为这种非人之物这么久他都没有被真正的爱过的那种寂寞，虽然他可能还并不理解。我是觉得他本身作为非人之物的时候应该也不就是没有体验过爱的这种气息，但是他一旦进入到光的这个身体里，光是被佳纪真实的爱着的，所以他一下体验过这种感觉，他更是离不开了，他更是想要更多，这种渴望真的也是非常的美味，非常的喜欢。那这期就到结束啦，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